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应该要放弃这一段关系了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那洋洋也是这一次先把下面的解说文字有先遮住了，所以洋洋努力看看能不能把它给这样子弄起来，不要让大家看到字。好，那就是这个人呢，他就是他的画面很美丽，然后就看着这个手上的这个金，好，血晶片。好，来第2张，稍等一下哦，洋洋把它拿起来。好，第2张它就这个像那种美丽的女神，她在这个树穴里面向外看着。好，第3张。第3张呢，这像是枫叶啊，或是像这什么样的树叶，然后这女的就是好像腾在空中般，就是这样子一直看着。好，那就请大家呢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还没有选择好的话呢，请先按暂停。那如果说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那么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图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会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资讯，宇宙想这组的人，你们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好的，这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8。钱币8的话，如果说在以目前的你们来说，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两人之间算是互动性上面还蛮好的，然后也两人都有为了这段关系有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而前进。但是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段关系会比较像是由你来去经营，或者是说会由你为了这个人，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的烦恼，或者是说你为了要去经营这段关系变得更好，你就必须要去支付更多的金钱。那你支付更多的金钱的话，你就是必须要让你自己的你的工作更忙。那你工作更忙的时候，其实会变成这段关系会有一点本末倒置的情况。所以对你来说，虽然得到对方的笑容、对方的关心、对方的爱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对你来说是你们希望得到的，然后也是你们希望、渴望，可以拥有的。但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却还是经常会让你们感觉到有一种很沉重的负担，然后你甚至也会觉得关系里面的经营啊，或者说相处的方式的话，是有一点让你感觉到蛮疲累的，或者是蛮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如何的去面对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才好。所以呢，蛮明显看出来就是说选到这组的你们疑似啦，看起来是真的蛮痛苦的。面对说这段关系，会经常感觉到有一种，就是连你跟他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那你明明就是知道说，这个人就在你眼前，然后你跟他也相处好像蛮快乐，可是有时候他的快乐仿佛对于你们来说会是有一种压力的情况。好，他们唱的是权杖皇后。权杖皇后的意味着就是说，面对这段关系，你有时候其实会比较没办法感受到对方他想要去主动
你们这段关系的事情，就好像是面对说这段关系，他有他自己的目标，他有他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他有他自己的理由，那你们都是要去附和他，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你在他面前你付出了100分，但是你得到回报可能只有50分。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蛮明显的落差，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你经常啦，又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疲累，或者是说感觉起来你们生活中的那种的重担啊、压力，其实真的还蛮大。然后对方他面对说我们这段关系，他又没有明确的表达出说他自己的想法，那表达出来的时候，通常可能又会希望从你们身上可以得到点什么。这个得到点什么话，我们也可以不一定要指金钱，也可以只说是指情绪，或者是关注，或者是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重视，或者是你可以多花点时间陪伴他，等等之类，就是可能会想从你们身上得到一点什么样的资源，也会有。无形有形的都有可能，所以其实你有时候会不自觉的，你有发现到你好像被这人给控制住，他是能够去控制你们的情绪，所以对你们来说这件事情上，你们其实还蛮困扰的，然后也是有一点蛮困惑的力量。好，那这边的话，看起来你们有一点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但是对你们来说，要决定去离开这件事情的话，是一件压力还蛮大的事，又或者是说，离开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要去舍弃掉你们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或者是说要去舍弃掉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回忆的相处的话，其实是蛮困难的。那你们原本其实本来说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们的想法都是抱持着蛮有机会，或者是说是有想要继续的相处下去，想要继续的经营下去，比较不会想要去真的离开。那目前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反而会有点算是说，颠覆了你们这些的想法。那你们其实也是因为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坚持了还蛮久。最无法让你们下定决心的，也是在于说，这段关系曾经的各种相处的状况，是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你们其实本身真的也不是很愿意想要去离开，所以你们现在心里面应该真的蛮挣扎，然后心里面的压力是真的还蛮大的。那面对说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们其实比较像是说正在等待一个契机，或者说等待一个真的对方做什么，让你可以完全心灰意冷的那个状态，那你们就有非常大的勇气可以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你们验证牌的讯息。那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呢，会建议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牌组。好，那继续往下看，就是在面对说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话，你应该要放弃吗？就是你应该要放弃你们这一段的关系吗？好，洋洋这边一样呢，现在总共要抽3张，也来为大家抽1张。好的，那就这张了。宝剑十，宝剑十的话呢，其实啊，洋洋会认为目前的你们，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的个性，其实你们应该是真的蛮向往感情里面两个人是可以相互的扶持，或者是说你们希望可以拥有一段可以完全去让你们很放心的一段爱情。那你们这个人本身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真的还蛮向往着自由。那向往这个自由的部分来说的话，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你
有想过很多次要离开，或者是说你也想过很多次，是不是要让这段关系往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向前进？那你们之间过往的回忆里面，反而造成了你们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有办法去愿意去重新改善这段关系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目前你们来说，面对这段关系的状况，你们经常感觉到有一种蛮伤心，或者是说蛮痛苦、蛮无助。你们其实也想过很多种方式想要去改善，可是这个改善的过程里面，你们会发现到你们蛮无力，有那种无力的感觉。那这个无力的感觉的话，其实也是来自于说对方他的所作所为，或者是说他的一些的反应上面来看的话，会让你们觉得蛮心灰意冷的。洋洋会觉得，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来说，你们应该有知道，其实你们自己本身也知道对方的状况，或者说你们可能知道了一些对方的秘密。那你们跟对方讲出来之后，对方反而会去指责你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拆穿他，或者说你们要去侵涉到他的隐私，或者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胡思乱想等等之类这些话，他反而会去指责你们。所以对你们来说，常常会进入到一个死胡同，就是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你还蛮想要有一个结果，可是对方好像他也是都一直不肯给你一个结果的情况。那少部分就是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应该曾经有跟对方告白过，那对方也有明确的拒绝你，可是对方的态度又好像啦，就是对你来说好像又有机会，所以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关系里面你就会有点非常的茫然，会不知道说究竟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又有机会，可是对方又这么说，你就会有点蛮困惑啊、茫然啊，就是他为什么就是不对你狠心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补充牌的讯息。好，那第一张补充牌讯息的话呢，这边抽到的是空气还是空之七？然后不太会翻译啊，对不起，然后英文真的没有很好。反正就是这一张七的部分。那其实，对你来说，如果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所发生各种种种经历的不好，只要对方他愿意把他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好好的跟你分享，或者说好好的跟你道歉，或者是好好的愿意让你应该说他愿意好好的去改变他自己的话，其实你还是会愿意去接受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或者是你还是会蛮愿意能够去接纳他。但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第二个的含义就是说，你们其实在面对这个人之后，你们依然会希望你们心中可以保有对于情感中最纯真的那一面，因为你们其实心里面真的是蛮向往一段属于真正的你们的感情。所以其实看起来就是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在一直来你们的感情路中，你们的感情经历里面，应该一直都蛮不顺的，比较没有所谓和平的分手，或者说比较没有两个人真的和平讲好。大部分来说都是单恋没结果啊，或者说可能你跟对方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你突然变成第三者了，或是你被对方给绿了，或者是你被对方给抛弃了。或者是你暗恋最后面都没有任何的结果，然后你或是主动追求对方都没有任何的后面都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下文之类的，就是你一在的感情的过程里面成长经历中，你其实你很想要拥有一份爱，你很渴望可以遇到一个你真实的爱情，那你很努力的去付出，可是你一直以来你就是都遇到那个什么比较好的词汇叫什么对感情不忠贞的人，对感情不负责任的人，或者是会比较容易呢去玩弄感情的人的这样的状况。那少部分的啦，那对方也不一定是对感情不忠贞，只是单纯呢他就是一个比较不会拒绝人的人，那他就会一直把关系拖着，就去伤害到你们，就是这个是第二种你们过往所遇到的人的类型。来看一下第二张补充牌。第二张补充牌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死神，所以死神看起来可以知道说，面对于你们的关系面对说
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其实你花了真的蛮漫长时间想要去好好的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倾注了你所有的青春，你所有的耐心，或者是你所有的想法，你拥有的一切都注入在这人身上，那你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让这段关系会有更明确的答案跟答复。可是对方对你的态度一直以来就是让你这么的不开心，或者说让你觉得这么的就说面对感情这个状况，你会觉得都一直没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在你们关系里面的话，你真的经常感觉到心蛮累的。那你现在你已经等到不想再等了，所以可能你们才会来看这支影片。来看一下第2张的牌的讯息。哇，你们都抽到宝剑呢。好，这边抽到的是宝剑6。宝剑6意味着说，其实在关系里面，目前的你们的来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你真的有时候，当你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可能你们过往的回忆里面都一直不断的去干扰着你们，或者是说这份感情一直都去干扰着你们，所以让你们都一直会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能够去看待，或者是说去把握住好你们这段关系。简单讲来说，就是当你们真的要去对这段关系做个想要离开的决定，或者说想跟对方摊牌的决定的时候，想跟对方好好说说，又会容易因为对方的一颦一笑，或者是会因为对方的一些的举动，导致于说让你们是没有办法为了这段关系下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你们真的经常蛮容易啦，感觉到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或者是说会有一种蛮无助的感觉。那你们目前都只能透过比如说网络的文章，或者是塔罗的讯息，或者是你们可能跟朋友聊天，跟朋友互动，你们才有办法去疗愈到你们内心里面那种很孤寂的感觉。因为在抽到这张宝剑6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你们心中感觉的话蛮无助的，然后蛮希望关系里面可以赶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可是这个明确结果对你们来说又一直没办法得到对方友善的回应，所以关系之中的话，你们真的非常的茫然，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所以你们都一直只能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去做改善。你们比较看起来就是你们没有那个勇气，愿意去做出那个行动，比较多真的是你们都可能要透过语言啊，或者说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让你们可以转移注意力，或者说让你们想办法让你们变得更加的正面跟正向。好，然后再是这一张也是不会翻译啦，可能就类似像什么土之舞啊，或者是地之舞之类的。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说，目前你来说，应该是在你们身边的人，如果说他是让你们的关系的话，你们应该都一直被对方给劝离，或者是说身边人都一直蛮希望说你们可以赶快振作啊，可以把事情想清楚啊，或者是说可以重新审视这段关系里面的决定，就是通常是劝你们离开。那你们自己本身呢，也是非常挣扎。那你们现在算是有一种苟延残喘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的话，你们心中其实已经有答案，只是你们正在等着别人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跟答复，说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你们完全死心，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时间点离开他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有可能选到这组的你们，目前看到现在的话，你们的宗教可能也告诉你们说，这个人你要离开，可能比较不适合。如果说你想要继续坚持下去，那你可能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抗战。那很漫长抗战的话，也不确定说你们的
结果是什么。所以这个茫然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你们就是很痛苦，然后就只能默默的继续往前行，找到只要是有什么样的讯息让你们之间是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死紧抓着那个机会，或者说死紧抓那个讯息，就会一直不断的占卜下去，或是一直不断的问下去，就刨根问到底。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现。好，那再这是火之二。火之二的话呢，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一直都知道要怎么做，或者说其实你们一直都蛮明确的明白说，其实怎么做方式对你们来讲才是最好的，只是你们一直以来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下定决心，也是因为你们真的蛮在乎对方，或者说你们真的太过于看重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关系里面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其实还蛮向往可以跟这个人有结果。其实从牌面上看起来，你们一直都很期待跟这个人有结果，但是现实的状况来说，你们其实也知道就是没有办法，或者说就是真的很困难。那你们其实也会愿意为这个人抛下你们所有的一切，可是你们就觉得说对方好像都一直不知好歹啊，或者说都是不知道没有好好的去珍惜你们，所以因此对你们来说，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要去完全失去掉对方应该说完全失去掉你们自己，然后去为了对方做改变，或者是说为了这段关系而努力的话，你有时候当你恢复理智的时候，你会觉得还蛮傻的，你就会踩刹车，所以会觉得至少你们每一次真的要完全付出你们自己的时候，你们就会踩刹车，就是在完全要失去自我的时候啦。所以这算是对你们来讲，会觉得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们算是蛮聪明的，因为至少你们知道你们要懂得及时止损。好，我这边抽到的是这叫什么？差一点忘记，完了，反正就是 Nine of Cups。好圣杯骑士，对不起，然后突然忘记中文是什么，确诊后的脑雾。那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只要对方稍微对你有一点点的好，或者说对方给你有一点点的希望，那你基本上可能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是还蛮有机会，或者是说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所以关系里面呢，你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想要继续的坚持下去。那你们就会尝试着各种方法，你们可能就会去找老师占卜，说有没有什么方式、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去发展，或者说你们可能就去找什么水晶啊，或者是什么琉璃啊，就是能让去改善你们这段关系的任何的法术、任何的器具、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方法，你们都会想办法去尝试看看。所以你们就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一直不断的去打转，你们有发现吗？其实你们都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你们就是下定不决心来。那每次当有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们又会一直不断的陷下去。所以只要对方稍微对你有一点点的好，那或者说你稍微有一点好像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又会展现出一种我不想你离开，但你要去逼问他这段关系的承诺的话，那他又做不到。所以关系里面呢，真的会一直让你们觉得很困扰，就是不知道说究竟接下来这段关系应该要怎么走才好。好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人生非常的美好，然后都看到方向；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天崩地裂，然后看不到这种关系未来的走向如何。好，火之舞。好，火之舞的话呢，意味着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常常跟你们自己打架，或者说你们内心里面一直有一种天人交战的感觉。那为了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两个人真的也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争吵跟争执，或者说有很多的不愉快，所以蛮明显看出来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对你们来讲是一件
蛮痛苦的事，或者说其实你们心里也都知道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是不适合你们的，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是一件算是蛮有挑战性，或者说是你们人生中的课题。所以关系里面的你们，或是你们彼此双方之间啦，蛮常会有一些在相处上的不愉快。好，土之国王。那刚好你们俩之间又可能会有一些的事情会把你们俩之间牵扯在一起，或者是说让你们俩之间又一直没有办法离开对方，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共同的事情啊，共同的聚会，或者是说要一起共同去做的事情，共同的生活环境，然后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的话，基本上你也会觉得是一件有一点比较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的这个状况。所以看起来呢，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抽到的2张的，就是上面的三张主轴，我们抽到的是宝剑10、宝剑6跟圣杯骑士。所以可以很明显发现到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对你们来讲，通常是一个比较不健康，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是蛮痛苦的一段的关系。那其实也蛮明显，这个答案就是你们确实呢是应该要放弃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缘分，因为对你们来讲，其实这段关系本身呢就是没有一个蛮明确的这个答案，或者是说对方也是真的没有办法能够给予你们太多明确的想法。那你们当然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未来。好，那我们来抽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缘分？好，那洋洋呢，一样为大家抽2张好了，好不好？好，喷出来了。好，这是第1张。这是第2张。好，那这样的话，台面上有2张，那你们就心里默念着说，你跟这个人之间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缘分。我们就请天使来告诉大家，那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做选择。那洋洋也先喝一口水。好，那这边看起来呢，这个10秒钟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在选到左边的人，那你们这段关系的缘分是什么呢？留意危险讯号，然后这个征兆正在警告着你。好，那就意味着说，其实一直以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方式对你们来说才是最好的话，其实你心里面都已经有一个蛮明确的答案，或者是说你心里面其实都已经有谱了，只是就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去相信你们的感觉，或者是说愿不愿意去相信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所感受到的这一切。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透过以上的占卜的内容，蛮明确的知道说，你们确实是应该必须要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也确实应该是真的要选择去放下你们这一段的缘分。吸引力，好，
那吸引力如果说在这里的话呢，会建议你们说，如果你们现在真的还不想要放弃的话，那你们可以呢先选择暂时待在这个人身边。但是你们选择暂时待在这个人身边的话，宇宙透过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不要为了这一段的关系完全去付出你们自己，你们应该是要为了去能够享受这一段关系中的爱，然后来去能够跟对方有一些的交流，或者是说跟对方有一些的互动。所以这两张的牌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最左边这一张是建议你们要放弃，但是右边的这一张吸引力是建议你们可以再等等。那一个不好的讯息就是说，他玩你，你也玩他。但是你玩他，你就不能走心，因为很明显这两张牌就是告诉你说，基本上啦，就是关系就是不会有个结果，就是会一直维持在现状的这个方式，一直不断的轮回，就是等到谁哪一天受不了了，谁就会先开口，谁就会先有这个下一步的动作。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就看你们要怎么去做决定。只是在左边的人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此时此刻就可以先放下这个人，可以放弃他了。但是在右边的话，吸引力会建议你们选择互相伤害互相的去就是说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就是两之间他的态度也是这样子，那你也是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神谕卡，想告诉你们。好，那其实爱的话，它都会用很多不同种的方式来到了你们的身边，或者是说，它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去让你们感受到爱。那只是爱的呈现、爱的表现的话，通常它所显示的方式是未必是你们所期待的，或者是说是未必你们所想要的。但是你们身边的宇宙，或者说你们的宗教，或者说你们的祖先，他们都是爱着你们，然后都会希望说可以为了你们，然后就是把最好的方向、最好的人指引到你们的身边。所以面对爱的话，或者是展现爱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是说为了这段关系完全付出了自己，那就是一定是你很爱对方。有的时候做你自己，或是说，就是说做你自己的这个方式的话，也是一个爱对方的方式。因为如果说对方喜欢你，他就喜欢原本的你。但如果说你会只是为了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或者是说让对方可以把他的心思放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却要把自己变得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或者是让对方面对你的时候的这个态度、这个想法、这个方式，他又对你们不好。那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也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关系里面中的你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的好处啦，对啊。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其实目前这段关系来看，就是劝你们真的要去放弃跟放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对方的感情观好不好？我们就是说给这一组你们的加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感情观，看能不能让你们比较死心一点。好，请选到宇宙，可以选到这组的人，对方的感情观是什么呢？这边有第一张，这边有第二张。好，这里有第三张。好，杨洋洋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做选择。那感情观它会变，所以你们可以把这支影片做收藏。那之后可能你们再回来占卜的时候，又选到同一组，可以再重新做一次新的一个这个细项的测验，来看一下对方的感情观什么。那你们可以现在做复选，因为感情观可能它会
不一定可能只有在一张牌之中，你可能会在其他张牌，所以我们就选择对你们来说最有感觉的牌组。好，那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去做选择。好，那看起来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先来看最左边的好了。这边的话，这边是世界牌。好，世界牌的，如果说是以在这边来看的话，他的感情观里面呢，就是除了他的另外一半或说他喜欢的对象是能够被他身边的家人给接受，或者说他能够去填补他个性上的缺陷，或者是说是能够愿意为了他去做更多可能他所感受不到的事情，就是说他很希望对方是能够为他做出全部的事，然后再就是对方是能够去满足到他的在性方面的特殊的需求，这是一个隐藏的讯息啦。然后还有他也是蛮希望说两人之间是不要远距离。其实这个人他不喜欢远距，他喜欢双方之间除了共同努力之外，也可以在同个生活圈，是可以为了同一件的事情一起努力，或者是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的向前迈进。所以其实这个人如果说他对你讲的话跟现在你们所抽到的这个牌是有落差的话，有2个可能性。那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观念真的改了，就是他的他的感情观。第二个就是他说谎。那以牌面上看起来更多的是他观念是改了啦。那但就看你们自己个人对说这个人的判断，还是以你们个人的判断的直觉为准。来看第2张。第2张我这边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好，圣杯皇后因为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面对感情，他本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疑心多虑，然后情感比较丰富的人，所以面对面对说他的感情呢，他比较会希望说对方是能够关注在他身上，然后是能够安抚到他的心情。通常他跟你抱怨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得到解决方法，而是希望你可以先安抚他的情绪，可以听他抱怨，可以陪他一起骂那一个人。他要的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安慰而已。然后再是这个人他本身呢，安全感本来就不够，所以一定要非常经常去关心他。远距离可以，但是1个礼拜要至少见5到6天，将近快1个礼拜了。就是他非常需要有一个人陪伴他，然后去做各种他可能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陪伴着他去完成他可能一直来都想要去面对的事，或者说想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他在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养羊会认为啦，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只有单独选到中间的一组的话，这个人看待你们这段关系，他确实是有在利用你们的感情，他非常有在利用你们感情去填补他内心里面的那种情感中的伤痛，或者是说感情中的这个缺陷，因为只有你们能够去填补他而已，他身边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方法。但他从你们这边疗愈了之后，他也是有可能还是会去选择跟别人在一起，所以你们就是他的南丁格尔。我们看哦，最右边这里。好，这句话我们就抽到的宝剑皇后。宝剑皇后的话，代表的说，这个他本身呢，面对感情上面，就是会用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去看待。所以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比较是不符合所谓社会大众的期待，或者是说是比较违反了他一直来个人的观念跟想法的话，那你们这段关系基本上是比较难以有一个进展的机会，会比较像是
就是说他会选择对他来说是最有安全的那个选择，他就不会选择你们。如果说跟你们在一起会与这个世界为敌的话，他不要，他不会为了感情然后就失去了他自己，他非常清楚知道他要什么以及他不要什么，然后在面对感情，他也会用理智的方式去判断，去决定说他要什么，除非这个人是他应该是已经过那个时期啦，就是除非他怎么讲？他如果说现在还不成熟，还没有超过35岁的话，那他有可能是会为了爱情就是飞蛾扑火。但超过35岁的话，基本上他面对感情都是还蛮理智的。所以35岁以下的人，就是你希望说想那个他35岁以下的话，你们只是刚好不是那个可以愿意让他飞蛾扑火的人。那如果说他都还没有遇到，那他在35岁以前会遇到。对，那他如果说已经遇到了，那但他就是会用像35岁以后的人一样，用理智的方式去看待关系，因为他过往的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他所想要的安逸的感觉，或者说得到自己的真实的存在的感觉。所以这边以上3章就是这3组，这3章里面那个人他的目前的感情观念、爱情观，那就看你们是选了哪一个，或是选哪2个，或者说你们3个都选。那3个都有选的话，就把这3个都一直考量进去。对，那你们就知道说，其实对你们来说，基本上，除了第2个单独只有选到第2个之外，其他只要是有复选，或是其他前面1到第3个的话，关系你们其实就不太有一个太大的胜算，因为你们就没有符合到对方心里面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好，那么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让来为大家抽牌。好，我们抽到了第1张。好。看来有小动物乱入，好，以后我们就放任着它去自由。好，我们这边的话呢，抽到的是钱币10。好，也来捡个牌哦。好，那钱币10的话呢，就是在这边意味着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应该是真的花了蛮多的时间，或者是说花了蛮多的精力。或者是你总是一直都陪伴着对方，所以看起来选到这组你们有蛮明显啦，好像什么第1组跟第5大家怎么都跟钱有关系，就是跟什么商业上是有关系，但是这一组更多是其实你们俩人之间的相处的那种付出的话，比较像是有对等的，只是你们俩之间的所分工的事情是比较不一样的。例如说，你是负责出钱的，那他可能是负责出主意、负责出点子的人。所以面对这段关系，你会觉得两个之间，其实在付出上面呢，或者说两个之间展现的样子，是至少你会觉得你是很愿意，你是觉得是两之间的付出是因为相同的嘛，相对等的，有没有相同就相对等的价值，所以你是愿意去帮助他，或者说你愿意去付出，这个跟第一组有点不一样。第一组是觉得有点孤单、孤寂的感觉，但这一组看起来是目前来说，你们是愿意的、去乐意的，也是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的。然后两只眼是因为共同的事情这个部分成为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关于上面经营来说，算是还蛮有很大的安全感，所以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呢是至少啦，让你们会感觉到比较是能够接受的状态。
来看一下第2张，你们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这边抽到的是恋人，好，很好诶，好，表示说呢，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段关系呢，跟对方相处上面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然后两之间算是蛮心意相通，那两之间其实算是蛮无话不谈的。为什么你们会选到？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来看这支的影片？好，那如果说是以这张牌来看的话，洋洋会认为这一组的你们，除非如果说是远距离的恋爱的话，基本上这段关系，你们比较少可能可以接触，或者是说比较少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那你就是一直在压抑着这个。生理中就是人类最那种纯粹的生理的欲望，就是因为它，所以你有压抑着。那当你们俩之间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就会干柴烈火，就会两之间就是会喜欢有这些的互动。那不知道说你是不是应该看起来你们都是有做这些事情啦，所以对你来说也会觉得至少心里面是还蛮富足，然后还蛮满足的，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这一组的你们应该比较不像是断联中的人选到哦，应该通常都是有在稳定的联络的人才会选到这一组。然后在恋人牌这一张啊，意味着说两之间其实沟通上面算真的蛮不错的，也不一定说你要有肢体上明显的互动啦。通常你可以意味着说两之间的心灵上面是真的蛮相通，然后两之间无话不谈，两之间其实还蛮能够去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两之间的心电感应上面算是还蛮强的，甚至对方只要一个眼色，或者说对方只要稍微讲出几个字，你马上就知道，那对方给你的回应的回馈上面也蛮不错，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是还蛮有一个很大的快要有一个结果的感觉。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隐者。隐者的话，你们是发现到对方一些的秘密，还是说你们知道了一些对方不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所以导致让你们前面这么的幸福，居然突然抽到这一张，让你们重新呢想要去审视你们这段关系，开始让你们有点去想要重新考虑着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们，还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要放弃掉？看起来这段关系里面，可能真的对你们来说有存在着一种不可饶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它本身也没有修改的机会，或者是说，除非愿意选择去放下，要不然基本上这件事情就一直悬在那里。那你一想到，你的心就很痛，或者是当你一看到那个人，就想到他可能做的那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可怕，会觉得这个人心中的真正样子，跟你心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所认为的那个样子是不太一样的。那对你们来说，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或者说会蛮折磨你们的心情跟你们的内心的感受，所以你们非常挣扎，就是自己到底真的要不要维系这段关系，还是说就是这样子结束掉？好吧，看起来你真的心蛮痛的。虽然台面上很多，也没有出现会让人觉得很心痛的牌，但是这是洋洋所感觉到的，就是特别针对这3张。那如果对你们有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牌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塔罗牌，应该说宇宙透过塔罗牌想要告诉你们说，究竟让你们这么挣扎犹豫的一段关系，你们到底应不应该放弃？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恋人。
恋人的话呢，其实就蛮明显告诉你们，就是不要放弃。那两个人呢，不能说很相像，但是至少两个人的相处上面的话，个性上是蛮合的。然后两之间其实在想法上、观念上也是蛮接近的。那因为你们相处的感觉，或是你们相处的一个氛围跟相处的模式，两之间其实都已经磨合的差不多，然后两之间其实真的也都是蛮般配的，只是虽然很像的两个人，但是内在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也是不晓得。所以呢，现在的你的话，看起来是你的心魔正在影响着你们，或者说影响着你们看待这段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感受跟看法。那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的补充的讯息。看一下补充的讯息是什么。好，这边抽到的是太阳。太阳的话呢，其实就有可能表示说，你其实啦，对于你或是对他来说，你们其实都很珍惜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两之间的回忆。那你跟他相处的每一刻，其实洋洋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是很幸福跟快乐的，然后也是让你们感觉到很自在。但或许就是有可能因为你们对于这段关系有一个太高的期待，或者是说有还蛮不错的渴望，所以才会导致于让你们在看待这段关系，就会因为期待太高，或者是说期望的太好，反而就会没有办法用最理智的角度，或者是说最真实的心情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很明显的是，看起来啦，宇宙是建议你们不要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这段关系之中对你们来讲，或者对他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也都是彼此之间都不想去放弃掉的。那你们过往相处的回忆点点滴滴啊，不管谁是先主动的那一个，双方之间都很珍惜你们彼此间的这个缘分，或者说这个相处的氛围跟方式。好，再看到火之六。火之六的话呢，其实会建议你们彼此之间，如果说，应该说你们可以先花一点时间去疗愈你们自己，或者是说花一点时间重新去审视一下，到底感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那这段关系，如果说你愿意给你们自己彼此一个各自的旅行，这旅行是指说实际上的旅行哦，就是可能去台湾，就是看要去哪里，就自己去玩一趟。那这一次的旅行不要两个人一起去，是个人自己去的。那如果说你们确定对方就都不会去旅行，不会去花这个钱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去做这方面的旅行。因为其实看起来就是你们这一段的感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礼物，或者说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或者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个必经的过程是要去让你意识到说什么东西才是你喜欢的，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才是适合你的，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符合到你所想要的。那因为我们也看不出来说到底这段关系会在一起多久，或者是说是不是这个人就是你的正缘，因为以目前来看是看不到，但是蛮明确的讯息就是表示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会蛮建议你们就先还不要放弃，可能可以先跟对方有一些相处的机会，或者是说让彼此之间心情都先各自的沉淀，或者会比较能够让你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事情的方式，或者说有明确判断事情的想法啦。对呀、好，我们来抽到下一张的牌。好，这张抽的是叫好皇帝。皇帝的话，像这张牌啊，那宇宙也是想要告诉你不要放弃耶，怎么办？因为你们目前看已经抽到4张，都告诉你们不要放弃。像如果说抽到这一张的话呢，意味着说你们彼此双方这段关系其实也是建立了不容易，然后两人之间本来都对感情是比较抱持着有种警戒心，或者是说本来就不容易会去投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或者是本来就不容易可以因为一个人都在对方身边，然后能够去友善的建立这样的一个情谊在，所以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回忆的话，势必会经历过一段可能比较难以启齿，或者是说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的一个过程。但这一组养羊会认为，可能更多不只会一次，可能会很多次，怎么办？我来看一下塔罗牌有没有其他补充的讯息，就是在对于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好，土之骑士。土之骑士的话，会建议说你们也不要放弃。怎么办？一直讲不要放弃耶。土之骑士的话呢，其实会蛮希望说，这段关系虽然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但是最后面会让你们得到的是你们所想要的，也就是说。真正适合你们的未必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的，或者是说是你们一定会一眼就喜欢的，反而这段关系是你们经历过很漫长人生的考验，人生漫长的等待，人生漫长的历练跟磨练之后，让你们拥有现在的感情观。那拥有现在感情观，遇到了这个人之后，其实你们是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是这段关系本来就是会拖得比较久一点，或者说这段关系本来一开始它所呈现的样子就不会是你所喜欢的那个样子，但实际上到最后面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一定会是你们所想要的，你们一定也会觉得蛮幸福跟快乐的。所以看起来也是不希望你们放弃。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别的讯息。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土之3。好，在这一张牌的话呢，表示说尽可能可以进入到彼此之间共同的生活圈，然后两个人之间可以有共同的兴趣。只要两个人都愿意一起共同的努力，或者说都一直待在彼此都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都是有固定时间能够有所互动的这个生活圈的话，其实这段关系就是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就不要这样子放弃了。除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一直以来都带给你们可能要见面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可以考虑放弃。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放弃的话，
但还是会建议你们可以继续选择坚持下去，因为你们俩之间其实兴趣上、习性上、看待事情上，最尤其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态度跟方式，两人之间是完全呈现互补的情况。那当两人之间呈现在互补的情况的话，就好像仿佛遇到了一个真正你期待已久的那个人，那你终于遇到一个跟你自己能够有所互补的人，就这样子离开的话，你们心里面应该也是会觉得蛮惋惜，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是一件还蛮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关系的话，如果说你真的找不到方向，会建议你们呢是可以尝试看看两人之间一起去共同做你们觉得是有兴趣的事情，或者说两人之间都愿意去学习的新鲜的事物，或者说一起去钻研某一些的领域，那这样是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话题，或者说增加两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是能够去更加的了解到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的主要牌。好，这边抽到的是这一个宝剑侍者。宝剑侍者呢，其实意味着说，这段关系通常只要等你们真的经历过很多的大风大浪，然后经历过很多让你们觉得很痛苦难过的事情的话，那后面迎接来的就会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或者说美好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全新的生活的话，也不一定说是指你们的感情。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补充牌的讯息。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一张正义。好，那如果说像抽到这一张的你们呢，会觉得啦，洋洋会觉得，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双方之间，付出上面不要不平等。如果说此时的你们其实会觉得关系里面付出不平等的话，你们可以让对方知道，可以用直接的方式，可是你们不要骂人，或者说也不要去数落他，也不要去抱怨，你们是要针对事情上面去讲。因为选到这个牌的你们，可能婉转方式对方会听不进去，或者说对方可能也会听不懂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会建议你们可以直接讲出来，然后可以把你们的感受说出来，但是不能对这件事情去做任何的批评。本身如果说做批评的话是没有帮助的，对啊。那这段关系其实如果说当你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的时候，自己真正感受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的摩擦，或者是说会有两人之间是此时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的话，会蛮希望你们就不要那么快的去放弃，可以选择继续坚持在你们的这一段关系里面。来看一下下一张。其实看起来最主要就是关系上付出要平等。如果说关系上付出不平等的话，其实也难免真的会有很多的不愉快，或者是说真的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不满的地方。好，我们这边呢抽到的是土之皇后。好，土之皇后的话呢，其实有点像说告诉你们，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彼此双方之间的这个回忆，或者是说相处出来的这个默契。那两个人之间在看这段关系的话，难免都会有一种比较闷骚的情况，或者是不敢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又或者是说容易因为想要维系好这段关系，就是会有一些容忍啊、忍让啊，或者是会不敢把自己的心思让对方知道。但是蛮明显，就是说对你们来讲，
这个就是不是你们所想要的，或者是说对你们来说，这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事情。那但不公平的事情上面的话呢，双方之间就会有很多的不愉快。对，所以会建议你们不要那么轻易的说要离开这个人，或者是说不要常常把说你要离开他这件事情挂在嘴上。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关系不会有一个好结果。就是本来这段关系就是会有个结果，会有一个不错的答案，也不错。就是你们可能这段关系中间的付出的过程，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心痛、痛苦跟质疑自己。但是这段关系的过程里面是一直不断告诉你们说，两件就是要一直不断的磨合。那磨合到个结果之后，其实就会有个两件就会那种能够在一起的这个机会。对啊，那洋洋来为大家抽个牌，让你们选。就是此时此刻呢，天使想要给予你们在这段爱情里面的指引。好了，我们请爱情神谕卡来给选到这组的你们，这段关系目前的指引的方向是什么？好，那这边的话有2张。那2张的话呢，你就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要选择2张都可以，还是要选择1张都可以，就以你们的感觉为主最重要。因为有可能你们的方式指引都会是重复的，也是有可能，就是可能都会不只有一个方法啦。所以就看你们自己要选1张还是选2张，就依照你们的直觉跟感觉。洋洋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好，那不然水喝太多，所以10秒钟可能已经超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哈，因为刚刚第一组洋洋是从左边，那我们第2组呢就从右边。指引方向就是想告诉你们说，对感情生活保持乐观。好，其实就是想告诉你们说，这段关系里面确实会有一些的摩擦，或者说确实会有一些的不愉快。那这些的摩擦跟这些的不愉快的话，也确实会去影响到你们本身在对待这段感情的这个方式，或者是说处理这段关系的这个方法。那当你们的情绪去影响到你们的表情、你们的用字的遣词，或者说你们的一些的动作，其实也会去影响到关系的一个进展。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这段关系可以顺利的走下去，或者是说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受到保护的、受到眷顾的，希望对方可以多为你们着想的话，那关系呢，你们就是尽可能的对你们的目前的感情的状况啊，或者是说对方的一些的对你的方式跟态度啊，你就尽可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跟正面积极的方式来去看待、处理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没有回报的爱。没有回报的爱的话，其实就是意味着说，这段关系你们如果说所做的努力跟付出不是对方所要的话，那么你们这段关系就等于你就是没有在经营。也就是说，这段关系你必须要对症下药，你必须要去做到你觉得对方是喜欢的。那如果说你做到的是对方不喜欢的话，那你也等于是白做。就像是你肚子饿，那别人此时此刻你应该说你现在就想吃甜食，你肚子饿了，你现在想吃甜食，但别人就拿一个咸派给你，你要吃吗？你现在想吃甜的啊，那拿咸派给你，你不就觉得是在找茬吗？这只是一个比喻啦，那只是洋洋会
希望说选到左边这一组的你们，就是这一张，你们要做的是这段关系的付出是能够符合到对方心里面他所要的，而不是做你们觉得你们是好的那件事情。因为这个人他可能本身面对感情的话，他比较自我，又或者是他面对感情比较不会去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那如果说你很幸运，对方有跟你说，那你就那么做；对方没有跟你讲，你就去观察他的表现出来样子是不是他觉得有点反感。就像是有一部台湾偶像剧有点久了，叫《犀利人妻》。那个编剧，我忘记那个编剧他的叫什么名字，但他讲到说男女主角为什么会离婚的原因是在于真正的是在咖喱饭。有的人喜欢端上桌的咖喱饭是分开的，咖喱是一边是咖喱一边是饭，但有的人会觉得搅在一起再上桌会比较方便。那他们这段关系就这样子维持了10年，丈夫都没有说，妻子也没发现，丈夫终于在有一天，因为他喜欢上了别人，然后就突然爆发了。那大家一般来说会把爆发点把它放在他可能外遇这件事情上，但实际上对于编剧来说，他是已经有进入婚姻的人，所以他知道说，一段的婚姻或说一段感情，如果说没有把自己真正的需求让对方明确知道，你一直不断的忍让跟忍耐，其实会让这段关系是不健康的。那关系里面也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走。所以呢，选到左边这组牌，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就是希望说你们要听进去，因为你们这段关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比较多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可能真的有点太多，所以你也累了，他也累了，所以这段关系会建议你们就是不要放弃，继续坚持下去。好，那我看到选到这一张的你们。这段话就是想告诉你们说，当你们在看待你们的感情的话，会建议你们呢，现在重新的去审视你们自己，可能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当然也并不是说要你们去离开，而是希望你们要去重新评估一下你们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渴望，或者说你们现在心里面真正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说，你们一直以来的观念的想法，或者说你们一直来所渴望的东西，可能未必是真的适合你们。那如果说不适合你们的话，既然已经碰到了这个摩擦，或者说已经碰到这件事情，让你们会重新的想要去思考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我们看一下塔罗牌给你们的补充讯息是什么。好，补充讯息的话，我这边抽到的是火之骑士。火之骑士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洋洋再喝个水，好像有点不太好。好，那这边的话，其实就等同于说，面对说这段关系，其实是彼此双方之间把自己给束缚住了，然后你们其实对说这段关系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对说这段关系经营的方式都很有自己的一套的认知。那如果说双方之间没有把问题解开，或者是说没有把心中真正想法说出来的话，就会一直感觉好像就是被绑住了，或者是说就是看不到眼前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当然两个人之间就蛮容易
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争执，那就会没办法真的看清楚那个方向，会觉得有点，其实台语叫做作茧自缚啦，就是说你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自己把自己给绑住了。我们看一下下一张。今天抽到的是水之八。水之八如果说放在这边，意味着说，两个人之间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或是你的话，其实你们要尽可能的去放下，可能对方曾经所带给予你们的伤害，或者是说所带给予你们的不愉快。那这段关系其实都一直在有它的解决的方式，只是可能你们是选择一个让你们觉得，比较是轻松的那个方式，因为你们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去忽视掉可能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说会比较没有办法去体谅对方，他可能在看待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所给予你的一些的警示，或者说所给予你的一些的方式，那也会建议你们可以从原本你们的，如果说你们现在心里面真的有一些感情上的伤痛，或者说有一些你们没办法放下的事情的话，会建议你们要去清理你们的能量，然后让你们不要那么一直执着在可能已经失去的人事物上，或者说不要让你们自己一直执着在这一个好像都一直放不下的这个事情跟感情。那就算对方可能他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在态度上面真的会让你们觉得比较受伤啊，或者说让你们觉得好像有点被忽视的感觉，那你们可以明确的告知他说，其实你们会感觉得到他对待你们方式，你们会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那洋洋相信，其实这个人他应该也是蛮明确，也是知道说自己有需要去改进，或者是说需要去改变的地方。然后，当对方对你说出他心中真正的感觉跟感受的时候，也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听进去。那不要因为可能觉得丢脸，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好像不被理解，或者是他没办法按照你们所做的做，然后你们就不开心。你们就是希望对方说出来，那只是这是一个讨论而已。两个人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共同可以接受的那个平衡点。那相信其实这段关系是还蛮有机会，是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所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其实就正建议你们不要放弃掉这段关系啦。对啊，那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那你们想要问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们正缘的话，可以去看洋洋其他的影片，或许就会给你们一个答案。那如果说以上的讯息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呢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好，我们来抽一下哦。目前的话看起来，我们这边抽到是宝剑六。宝剑六的话，意味着说，可能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方他应该是有疗愈到了你们内在里面的一些伤痛，或者是说他这个人的性格，他这个人的外表，或者说他跟你相处的这个感觉跟方式的话，跟你们一直以来所认识的对象，或者说你们一直以来所受到吸引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起初你们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种
莫名的熟悉的感觉，可是你们本身原本可能也不太相信这种熟悉的感觉，你们会还是有一点，想要保持一点距离。但双方之间在随着互相的沟通啊、聊天啊，或说两之间有来往交集之后，开始逐渐的，两个人之间就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更多互动之后，会突然觉得两只好像也是蛮适合的，或者是好像值得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到彼此之间的想法，或者是说彼此之间的观念。所以呢，看起来这段关系，洋再看下一章好了，不想那么快的下定论。因为看起来啦，有人是现实生活中是认识了很久，不会是刚认识。那如果说是网络交友上所认识，就是可能刚认识满1-2个月而已，两人之间还在新鲜感，所以有点不太确定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对啊。所以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你们马上碰到，然后就一见如故的感觉的话，就是马上就会谈得非常融洽，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选到这一组。如果有，你可能反而要去小心这个人，他到底对你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忠诚的，比较像是他这个人比较就是能言善道了，然后八面玲珑，所以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沟通而已。好，我们来看第2章，宇宙给予你们的讯息，没有，应该是说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啦。看起来的话，圣杯3，圣杯3的话，如果说以狭义的解释呢，不是你有2个人以上，就是他有2个人以上。那另外一层解释就是你们可能是一个团体中所认识的这个人，那你会觉得其俩之间的交集，或者俩之间相处的方式还蛮愉快的，共同点也蛮多。然后生活中的相处的模式的话，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摩擦。但是你有时候会认为你不太了解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对你有所隐瞒，所以你现在呢，其实在面对他的话，你也是不太敢完全的去相信这个人，所以你也是不太会只专注在他身上。你可能会想说要去多比较，所以不知道说你现在是不是其实本身也有在考虑其他的人，或者说偶尔会对别人心动，但是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一个选择。那有时候有可能是相反过来，对方可能现在去考虑其他的人，然后他没有让你发现，那你只是有在怀疑而已，这是另外一个相反的这个状况。看第3章，好，第3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国王。钱币国王的意味着说，其实目前这段关系中的你们2个人的话，相处上面有时候你们会觉得稍微有点无趣，会有点无聊，都没有一些太大的变动。然后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呢，会比较想要控制着这段关系。控制的意思是不要那么快让这段关系往下发展，就是会只停留在一个最美好的那个时刻。所以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这段关系应该会有点卡卡的。那通常可能就是他想要去控制，又或者是你本身想去控制。所以呢，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双方之间，看待这段关系，至少有一个人是没有那么的诚实，至少有一个人比较像是想要去。让这段关系的发展是朝着自己所想要的状态，所以你可能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你会用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去看待，或者是你会比较希望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走向的话，会是能够在你的掌握跟你的掌控之中，或者是能够在你的预料之内。所以看起来这段关系的主控权比较多呢，像是在你们身上。
的情形比较多。如果没有是在对方身上的话，你们就觉得这段关系比较难以去控制，那你们就是要一直不断去讨好对方，你们会觉得有时候心还蛮累的，然后要花太多时间在那个人身上，你也会觉得蛮痛苦的。然后在这边的话，雅阳会感觉到说，你们好像有点被对方给情绪勒索嘞。如果有的话，你们要留意一下，不要被对方给控制住。好，那这是这边在验证牌的地方。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补充讯息就是，刚刚你们的验证牌，如果说你们是属于断联中的人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段关系，断联中的话，表示呢，有可能你是没办法答应到对方的要求，那他可能蛮不爽的，或者说他想要去控制着你的情绪，所以他想要去逼迫你就范。你就是如果说断联中的人，有可能会有碰到这样的状况，所以要留意一下。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圣杯皇后的话，在这边意思是说，建议你们可能在看待这段关系的话，要用一个比较长远的方式去看待。那如果说身边有人愿意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建议的话，你们一定要听进去，然后去参考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讯息，或者是说对你们来说是能够去感受到，对于说这段关系是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一些的话，或者说那些的想法上。然后面对这段关系，你们要勇于保持在一个保持在完全就是说不能完全信任的这个状态，然后也不能因为你们过往遇到的感情的伤痛，就去用那个方式去看待你现在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因为你跟认真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人他确实有时候应该会真的有不小心做出你之前的伤痛，就是一样的事情又再次在你面前好像重演了，不管是他还是别人所带给你的伤害，那会建议你们说，不要用过往的感情的经验来去看待这一段的关系，因为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相处的关系。那如果说你们坚持己见，要用这种方式去看待的话，我会带给你们一些比较不好的感受，那也会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发展，其实也是蛮不值得的。那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因为前任的伤害，或者说之前的感情的伤痛，让你们没有办法正确去判断决定，或者说如何去看待这段关系的话，那建议你们其实可以稍微重新的调整你们自己的脚步。就是你们看，如果说比较少见到这个人是能够让你们心情比较缓和下来的话，你们就可以选择减少见面的频率。那如果说你们经常见面，比较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安心的话，你就多邀约对方，可能可以一起去做两之间都有兴趣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蛮能够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好，那我们来看到补充牌的部分。这边的话，我抽到是吊人牌。那吊人牌就意味说，其实目前这段关系的话，不管是你们要放弃，还是要选择，继续就是想要选择进攻，就是主动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塔罗牌蛮建议你们说，放慢你们的脚步，还不要那么快的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因为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其实还蛮需要摩擦的，就是说还蛮需要很多考验来去验证说，究竟你们的这段关系到底对你们来讲是不是重要的，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们的。因为看起来你们这一组的人好像在面对于感情的话，应该是还蛮有想法的啦。那如果说当真的特别有想法的时候，就也确实真的容易会因为仓促的决定，然后就判断失误。
然后有可能你或者是他其中有一个人真的忘不掉前任，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有其他的对象，所以如果是对方的，如果你确定你没有，那就是对方，那你们就建议你们要放慢脚步，因为再过应该说再过1-2个月吧，比较快是几周，这件事情就会爆发出来。那你们就会明确知道说，到底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意义的？嗯，这件事情的爆发不一定是你知道的那一个人，有可能你看到了某一张的照片，或者说看到他的某一篇动态，或是你在某个人的身上看到了某一篇关于他的动态，你就会看到这一则的讯息。所以未必一定是表示说他有做了什么，有时候可能只是宇宙，或者是你的指导灵，或者是说你的祖先、你的宗教，他们透过别的方式让你们去认清现实，或者说让你们去知道你们本来应该必须要知道的事情的状况性。好，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国王。皇帝啦，好，那皇帝的话呢，就表示说，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如果说是真的很希望要有一个互动，或者是说很希望真的能够把对方绑住在自己身边的话，亲密的举动、亲密的互动是也一定要的。然后两个人之间呢，也尽可能的，可以互相打扮。如果说你本来是不喜欢打扮的人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去打扮你们自己，或者是说学习如何让你们变得更漂亮，变得更帅气，那就能够去吸引得到对方的注意力。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跟对方有一些亲密的举动的话，记得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然后跟对方讲的时候，尽可能的要用一种比较婉转跟含蓄的方式去表达。如果说对方问你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或者是说他迂回的去问你、拒绝你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他可能比较不喜欢你们这样的方式。但如果说对方直接答应你，他明白你的意思的话，那表示这个人是适合跟他之间是有这些亲密的行为的。对，所以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啦，你们还不要那么快急着做决定，还可以再等等看，然后尽可能的对于说这段关系暂时还不要付出太多。那付出的程度的话，要好好的拿捏好，主要看起来是要看到说对方他明确的行为跟举动，你们再决定是否自己要往下一步走。因为如果说对方他就没有做什么这样的行为，你就一直自己一个人自嗨，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是很快乐，自己一定要主动做什么话，对他来讲，这会算是一个蛮大的压力。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可能关系两人之间就是不适合的，所以，建议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皇后，那宝剑皇后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就一样，告诉你们要再继续观察。然后，如果说你们真的对说这段关系是有一定质疑的程度的话，那也建议你们就是继续保持你们该有的理智，或者说你们该有的判断力，不要因为对方可能他的一些的作为啊，或者说他对你们讲出了一些的话，或者是说他有为了你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让你们想要重新的去看待这段关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不太好。当然，每个人在面对感情的里面呢，就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重新的去调整自己的步调。那只在这边的话，会建议你们不要有抱持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样子其实也会容易造成两人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摩擦，那也会造成你的受伤。那接下来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观察的话，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如果说找不到这个答案，你们可以尝试着用各种的方式去找这一些的答案出来。对，因为关系看起来的话，
两个人啦是有蛮多的可能性，只是时机点可能还没有到，所以可能宇宙呢才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再等等，就是说给这段关系一个留校察看的这个机会。然后再抽到是火之侍者，火之侍者的话，在这边的意味着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可以继续经营，然后不要太多就是说关系里面你们不要做太多一些的举动，就是说该停下来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或者说不该是你们去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看起来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想要多帮点对方，或者说你们的怜悯之心，或者是说你们的同情心，那这样的话就让你们有点像是说对于这段关系算是失误了，或者是说对于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们会稍微比较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塔罗牌想要建议你们说，其实以目前关系来看的话，还不要那么快的为你们这段关系做任何的决定，因为任何决定来说都不会能够去帮助得到你们对于去看待这段关系的状态，就是先看对方他到底怎么做，你再决定你要做什么。那你一样其实可以对于说这段关系是保持该有的期待，因为蛮明显看起来就是对方啦，他本身应该也是蛮在乎你们的，只是他那边好像有一些的状况，所以有去影响到说宇宙会建议你们可能在看待这段关系的一些的方式的做法，会需要你们先停下你们的脚步，对吧？尽可能的用一些的理智。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土之九，土之九的话就代表着说，你不要抛弃掉你们应该要有的一个个人的特色，或者说不要因为这个人去影响到你们目前生活中的步调，或者是说你们目前生活中你们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式。其实你们当特别专注在你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无论说是钻研，或是研究，还是说去做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是打扮啊，或者说分享你们的喜悦，或者说你们自己本身的个性这件事情上，或者是你们个人的生活的步调的这个状况上，其实也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一个人，才会去吸引得到他，或者是说才会让他愿意把他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所以会蛮建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还不要那么快的去做决定，或者是说还不要那么快的要让自己一定要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一段感情来到你们的身边，一定会经历过一些的磨难跟考验。那只要当两之间那个磨难啊、考验都通过、都合格了之后，那两之间就会慢慢的拉近。那当然，如果说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是没有完全做到那个考验，没有完成的话，那关系确实就会一直呈现在一个停滞的这个状态之下，就会很难去能够去推进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看起来，其实宇宙还是想告诉你说，不要那么快的做决定，不要那么快的去下定论。希望你们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去认真看待，就是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的任何的感受，或者所发生的任何件事情，所让你们真正意识到的感觉。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女祭司，也是这张的猫头鹰的。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说，当你们愿意去静下心来，好好的面对说你们心中的想法啊，或者说你们心中可能在面对于感情里面想要的东西的话，你们诚实面对自己，你们会发现到说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真正适合你们的，然后什么样的感情的话才是你们所想要的。那久而久之，你们也会明确的知道说，一段感情里面，什么样的人，或许你们所爱的人未必是适合你们的，那适合你们的人未必是你们所爱的人。所以看起来这段关系里面更多有时候会比较像是
等待的过程、多观察的过程里面，是给予你们人生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或者是说必须要让你们去学习的事情。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就会认为说，那早一点离开，那是我的课题就结束了。那没有，如果你的课题没有结束的话，下次遇到新的人也还是一样会那样子去面对你们，会去这样子对待你们。那你会觉得这样子应该也不太好吧，对不对？所以这段关系会建议你们啦，还不要那么快的去做任何的决定，然后可以用个人的角度或者说你个人的经验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我们刚刚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们要用新的方式，没有用新的方式去看待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帮养养一点口技，对，一直来都有啦。对，所以会建议你们说，选到这组的你们还不要那么快的下决定，因为你们要先去调整你们自己内在的脚步。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火之六。那火之六在这边的补充牌的意思呢，就意味着说，你们一定要去重视你们自己的心情，跟重视你们自己生活里面所带给你们的压力跟感受。因为带给予你们的生活中的压力，其实蛮明显会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会去影响到你在对说关系中的一些事情上的判断，或者是那些的价值观。有可能有时候你所做出来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是会去让这段关系变得蛮不好的这个情形。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会蛮建议你们，要重新的真的去思考说，到底对于你们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心情是愉悦跟愉快的这个状况之下。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们之后所做出来任何的判断、决定，或者是说你们的表态上面，才不会让对方感觉到有一股很重的压力。因为看起来更多的是这组的你们现在遇到这个人，很有可能只是过客。但是宇宙，因为我们今天来问，这就是要你们要不要放弃这个人？可是宇宙又不希望你们放弃，所以就会有个很大的几率跟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务必就是要让你们去学习一堆很重要的课题，或者说让你们来去学习，可能人生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些的事情。看第二章。好，那第二张号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水之侍者。水之侍者的话呢，在这里其实就等同于说，只要当你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了之后，或者是说当你们愿意去聆听你们内在的声音的时候，那么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就会能够让你们看到什么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或者是说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适合你们的。所以呢，这段关系的话，其实等待的过程之中是痛苦的，但只要过了这个等待时期的话，你们就会明确的知道说，究竟这段关系你们要如何去经营，或者说要如何的去面对对方，或者说要去如何的抓住对方所对于说自己的好感，或者是说对方所对于自己的喜欢。那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养羊会蛮建议你们可能看待感情的话，可以多认识人，对，但多认识人是叫你多交新朋友，同性异性都可以。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去多听别人的故事，多认识不同的人，去多跟不同人的个性相处，你们会明确的渐渐知道说，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觉得比较舒服，或者是说别人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让你们会知道究竟这段关系，或者说你自己的人生，你所想要的感情会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正缘好了，好不好？因为宇宙既然都叫你们要
坚持嘛，不要放弃，可是他又不给你们答案。那我们就来看看天使，我来问他愿不愿意告诉你们，这个人是不是你们的正缘。好，那这边的话总共会有2张的牌，那你们就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张。那洋洋给大家10秒钟时间，洋洋也先喝口水。好，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呢，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第2组是从右边嘛，那这一组我们就一样从左边好了。妥协。好，那妥协的意味着说，目前这件事情的这个答案呢，还不会是正确的。所以呢，会建议你们再对说对方是不是你正缘的这件事情的话，你们再等等，就是说先把2个人的个性先调整好，或者说把你自己的性格调整好，让你自己可以用一个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段关系。先改变你的个性之后，其实你就会知道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正缘了。或者是说你就会明确的知道说，就是这段感情到底是值不值得你继续坚持下去。所以这段感情接下来的话，如果说选到妥协的人，你们应该是还蛮有机会接下来会发生好事诶。然后帮大家看一下。对啊，你们会发生很好事情啊，星星牌嘛。星星牌如果说像你们喜欢妥协这边的人的话，接下来的感情呢，你们会有一个还蛮不错的进展，或者是说会有你一直来都可能想要成真的事情会发生。那如果说你们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情绪上的反应的话，那确实那个好事情会稍微降低一点点，但是好事情还是会发生，但是会因为你们情绪上的影响，或者说你们做了一些比较惊人的举动的话，那就影响到你们其实这段关系的幸福的可能性。所以会比较建议你们呢，可能可以稍微等一下，然后去做一点自己个人的改变就好，然后不要去伤害到这段关系，不要去伤害到这个人可能对于你的好感，或者说你跟人之前目前相处的这个步调跟方式。那看到就是在右边。改善健康状况。改善健康状况的话呢，如果说你们2个人之间，如果你们本身啦不喜欢运动的话，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在对于灵性或者是饮食、运动这一类的，就是跟健康相关的东西，2个人之间如果说是没有共识的话，那就等同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方就不会是你的正缘。但如果你们只要有符合2之间的健康的理念是相同的话，那他就会是你的正缘。对，所以这边答案的话，需要由你们自己去找，天使没办法给予你们，天使给予你们答案就真的只能这么多了。对，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3，钱币3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多去邀约对方一起去做，然后看对方的反应，然后再看就是多邀约几次。如果说对方都是持续愿意跟你一起去做这种健康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你的就是正缘。那如果说对方开始比较懒散啊，开始不太愿意去陪你做这件事情的话，对方就不会是你的正缘。那
建议你们啦，就是找对方有空，不要故意找他比较忙的时候，不要那么急着想要验证答案，然后就是就在他忙的时候，通常人在忙的时候情绪也不太好，想要去做事情也不想去做，因为就是很累，情绪会来，所以你们一定要等到对方他可能比较有空的时候，如果他都一直拒绝你们，那就是不是正缘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给你们协助你们判断的一个方式。好，那如果说像在神谕卡的这个地方，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宇宙，或者是说都是你们的祖先所给予你们的馈赠，所给予你们的礼物。所以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的话，都是可以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礼物这种东西，就是可以改变你们自己，或者说可以让你们变得更好。只是它的呈现方式的话，未必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个样子。但如果说你们愿意去虚心的接受，或者说你们愿意呢，去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看待你现在目前所遭遇到的这个境遇的话，那其实这个对你们双方来说都会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件事，因为很明显看起来，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就是一个你人生的课题。那既然人生课题已经来到你们生命里，那当然是会建议你们就是一定要去选择去面对啊，或者是说去解决。所以要感谢宇宙可能带给你们生活中的任何的个考验。你们也不用主动去找课题，因为课题会是在你们还没课题是会自己找上你们，没有人是在活着一辈子都会完成自己的课题，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资讯给你们。然后在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女帝哈，那女帝的意味着是说，你们本身这个人呢是还蛮有爱心的，那你们也是很有帮助别人的能力。那既然宇宙呢，它将这份的能力在让你们拥有，或者是说在你们身上，就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考虑，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说弱小的人，多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可以获得改善，或者是说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来一个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宇宙知道说，其实你这个人其实是蛮大方的，或者是说你也知道你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宇宙让你碰到这个人呢，就是希望说可以让你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让你呢可以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所以呢，想要这组的你们看起来，你们就是别人的礼物啊，对不对？来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风之逝者。风之逝者的话，会建议说，其实，在你们目前人生中所碰到的这个感情的问题跟经历，还有给予你们这些的经验的话，会蛮希望说，你们要，愿意去接受这些改变，或者是说愿意去接受宇宙所带给予你们这些的考验跟讯息。虽然一仔好像听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有一点像是模棱两可，比较没有答案，但其实就是宇宙想告诉你说，你跟这个人之间的相处的话，就算后面没有结果，宇宙未来是会把一个真正适合你们的人来带到你们身边。因为你们这边就是有抽到有一张女帝牌，表示你们这个人本身就是非常的有魅力，是非常的能够去吸引到别人所对于你的好感。那当然别人对你展现出好感的话，未必是你所喜欢的，或者是未必是你所想要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如果说你细细想起来的话，还是会有发现到说身边是有主动对你示好，或者说身边是有人主动想要跟你一起经营一段关系的人。但那个人的话有可能并不是你所喜欢的，所以宇宙才会希望说要重新让你去审视你自己个人的感情观，或者是说重新的去思考你个人目前呢在看待现在的
这段关系之中，你一定是有一些是需要你去做变得更好的，或者是说希望让你们知道的这个答案。因为就算离开这个人之后，下一个人还是会让你们去学习到，那还是会希望说，既然你跟这个人你对他蛮有感觉的，那不如就可以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对，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对方其实过之后会回来找你们，你们会有复合的可能性，所以会蛮希望说你们不要放弃。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羊在为这一组再抽一张好了，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什么时候会出现明朗化，或者是说什么时候会有出现比较明显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我们来抽个时间点好了。下周末外出时的巧遇。好，那这句话就顾名思义，可能就是说你们可能下周末可能会碰到面，或者就是在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开始算起的下周末，那可能这时间有点近了，然后再抽一张，看会不会时间远一点呢？8月，好，8月的话呢，也就看你们现在看到时间点，8个月或是8月，就是看你们，然后你们关系就是会出现一个蛮正面，或者是说还蛮好的这个变化。那如果说像是这个外出时的巧遇，就是你们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个能够帮助到你们这段关系的人，又或者是你们真的就遇到他的这样状况，就是在特别针对说断联中的人，或者是说是希望这段关系变得明朗化的。选到这组牌的人，那这段关系其实真的看起来啦，算是一个蛮需要有漫长时间去等待，或者是说需要漫长时间去重新审视的一段的关系。那如果说你们愿意继续坚持下去的话，这段关系应该是会给予你们还蛮不错的一个馈赠，或者是说蛮不错的一个结果。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再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刚刚只提到说，塔罗牌就希望你们可以多等待，然后只是有一些小小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就是多提升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的灵性啊，或者是说改变一下你们自己一些的想法，或者说改变一下你们自己对他的态度。对，如果说你们本来就很黏他，那你们就是不要那么的黏着他，就是去做好你自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要稍微把你的心态调整一下。那这边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